去日本奈良做咩好？又去奈良公園，個個都餵鹿，唔通個個都想餵鹿咩？不如跟我哋去奈良嘅飛鳥地區，在日本尋找中國星空啦！不過要播片頭先。大家都知日本曾經有遣隋使同遣唐使，日文嘅漢字同京都嘅平安京建築等等，都係中國文化喺日本在地化嘅遺產。但應該冇聽過喺奈良仲收埋咗啲中國古星座啦啩？奈良縣嘅飛鳥地區係日本飛鳥時代，即係大約公元7世紀時嘅首都。自1983年開始，研究人員喺呢度嘅龜府古墳陸續發現中國古天文嘅壁畫，呢啲壁畫喺2019年仲被定為國寶添。有天文元素嘅墓室壁畫都唔係只係得龜府古墓有，例如洛陽北亞懸藝墓同埋新疆阿斯塔納古墓都有畫星官，但係好似星圖咁準確繪畫就可能真係得龜府古墓啦。龜府古墓嘅墓室四面牆對應東南西北4個方向，畫咗12地支同埋青龍、玄武、白虎、朱雀，即係中國古天文嘅4象。而天花板就畫咗一個天文圖，呢個天文圖係一個精密嘅全年星圖，左右畫咗太陽同月亮做裝飾，而入邊有超過360個以金箔繪畫嘅星點，以紅線連成74個中國星官，包括28宿同埋大家都聽過嘅北斗、織女、天狼等等。除咗星座，龜府古墓天文圖亦都畫有天球上嘅參考線。首先有3個同心圓，最大嘅叫外虧，圈住全年可見嘅星星。呢個界線外嘅星星，無論咩季節都唔會喺當地見到。中間嘅係赤道，即係地球赤道投影上天空嘅天球赤道。最細嘅叫內虧，即係拱極圈。喺呢個圈入邊嘅星星永遠唔會落山。偏離中心嘅圓形係黃道，即係喺地面觀測太陽嘅時候，見到佢一年間喺背景星空前移動嘅軌道。呢個壁畫星圖咁精緻，咁我印佢出嚟做旋轉星圖，夜晚咪可以帶佢去睇星咯。可以，不過啲星嘅位置會唔啱㗎噃。例如同樣喺1月1日嘅晚上10點。你睇現代嘅日本星圖，位於大熊座嘅北斗七星先啱啱離開北面嘅地平線，而天狼星仲喺東面爬緊上嚟。但睇龜府古墓天文圖，北斗七星高過地平線好多，而且天狼星已經升到子午線，即係最高點。因為地球嘅自轉軸會大概以25000幾年一圈嘅緩慢速度旋轉，令相差幾百甚至幾千年嘅觀測者所見到嘅星星位置唔同咗。呢個現象我哋叫歲差。日本嘅研究人員就利用咗呢個現象，透過研究龜府古墓天文圖嘅星星位置，反推出天文圖應該係根據3至5世紀嘅觀測資料所畫。另外呢個內虧，亦即係話拱極圈，其實都暗藏玄機㗎。頭先講過，喺呢個圈入邊嘅星星永遠唔會落山，但呢個圈有幾大係根據觀測者嘅緯度而變嘅。例如喺北緯22.4度左右嘅香港，呢個圈比較細，永不落山嘅星星就比較少。但喺北緯超過45度嘅哈爾濱，呢個圈就好大，包含更多嘅星星。研究人員量度咗內虧嘅大小比例同觀察入邊嘅星星之後，推測呢個星圖係畫緊大約北緯34度嘅星空。
但由於7世紀前嘅日本未有精確嘅天文觀測活動，所以歸府古墓天文圖好有可能係參考咗3至5世紀喺長安或者洛陽一帶所畫嘅星圖。但點解當年嘅人冇將星座當做純粹嘅圖案，而要將成個星圖完整地抄去個墓壁度呢？莫非日本人嗰陣時全部都係天文發燒友？係嘅話都幾浪漫，不過學者唔係咁諗嘅。7世紀嘅日本吸納緊隋唐嘅知識，政治經濟都有所改革，而受中國天人感應思想同朝廷權威官將授時嘅傳統所影響。公元672年就位嘅天武天皇對天文都好關心，更喺675年建設占星台，大量觀察天文現象。所以有學者估計，歸府古墓天文圖會畫個星圖，亦有可能代表古墓嘅主人同當時嘅新興天文工作有關。哇！估唔到去個咩都冇嘅鄉下地方都可以學到咁多嘢喎。咁我去奈良公園未啊？咪住，其實附近仲有好多同中國古天文有關嘅景點㗎，例如京都嘅大將軍八神社。我哋仲可以利用可觀天文館全新推出嘅網上互動星圖，去琵琶湖畔睇星嘅時候對比現代同中國星座。